这颗罗汉松应该不陌生，一颗枝干罗汉松，把它劈开，做成了一盆双干。罗汉松的生命力强，适合练手。对罗汉松初期种养把握不准，不要施肥，产生肥害容易烂根，这是罗汉松枯萎的主要原因。这是一个老话题了，把它养2年，基本摸清它的生长习性，再去补充肥水也不迟。这一盆罗汉松养了几年，皮层已经完全愈合了。这个干有点单薄，枝条也多了，有点不堪重负，整个造型也缺乏动感。把这个主干拿弯，把它改成一根简洁的双高干。这2个出枝在同一平面，这个前后枝的高低也在同一点，还是一个平面。留枝的时候没考虑这一点，这就是遗憾。这样就形成高低错落了。高杆盆景，底部尽量留空，重复出枝要剪掉，把杆尽量的露出来。这里做顶，把它弯上抬，选择好拉弯的固定点，用这种螺钉固定是最好的。罗汉松的愈合能力和韧性都是比较强的。把它拉弯到一个合适的角度。所谓合适的角度，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，成型后简洁、具有动感就合适。这个过程主要是凭个人感觉，这是整个盆景造型过程中的目标。把副干也按照主干的方向拿弯。主干拿弯后，这个枝条生长在凹面，不能把它留下来。把这个枝掉了下来，做成一个下跌枝，弥补这个空间。这个枝的角度也要改变，顶抬起来。罗汉松适应攀杂，这也是它适合练手的主要原因。用粗一点的铝线，减少线丝的影响。攀杂前把这个枝条松动一下。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有损伤，包上胶带就可以。这个过多的部分再去修剪。把副干拿完，先做成小木棍，把2干之间的距离固定好。从干的双短受力点把它拉拢。主副干间的距离亲疏有度，距离相隔太远有相悖之嫌。太近了就失去相互生存的空间。副干的顶住好，主副干的顶有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，这是做双干或者是多干盆景的关键。顶之间有呼应，才能形成一个整体。枝条走势要协调统一。整个竖式的形成是右让左增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枝条的流动方向，产生动感。按照竖式形成的方向，副干的枝条要往上走，与主干的出枝形成增让关系，枝干间形成长路，增强它的纵深感。把这些侧枝剪短，重新逼压。这个枝掉下来，形成了一个3米出枝。这种简洁的高干盆景，顶不能过重。上盆要把根逐渐露出来。这个季节上盆气温有点高，土不要去的太多，剪掉一些老根就可以。定好树在盆中的重心，上盆要将树固定好，要防止树桩摇动，把新长出来的嫩根弄断了。
种罗汉松最好用浅盆，用沙子土或者是其他颗粒土。透气性好，不产生积水是养好罗汉松的关键。这些接口要一次性修好。要把口封好，我用的是锡箔纸。这盆罗汉松基本成型，上盆以后对它进行控养。一是把芯发出来的裂孔小，二是控制枝条的针粗。在控养的过程中，让它慢慢变得苍老。主干的上端有点空，把这个枝条做出来，整个盆景的出枝就平衡了。我是三九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